李徐悦在戒严期间授权军方开枪闯国会，他事前有多项计划：第一，刺激北韩，让北韩小部队入侵，然后戒严，把在野党抓走团委。我要在这过程当中按在野党的领袖，包括他的党内政敌主席韩东勋，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完全掌控整个政党。目前还是要再等南韩警方到时候正式的公告的起诉书里面，我们才能知道。在野党已经把尹锡悦定调成内乱仔，所以因此目前除了尹锡悦被抓去讯问之外，相关人等已经逐步逮捕殆尽。这一次韩国的戒严没有因为北韩入侵而戒严，而是金正恩看破了尹锡悦的挑衅，这实在是震碎了三观。南韩网友就大量的感谢，这次谢谢你的正恩。没想到相比之下，正恩居然比较正常，这原来是和平主义者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现在在野党，尤其是李在明，他是公开的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一定要对尹锡悦这个内乱势力处以重拳打击，所以要干嘛呢？抓！所以因此，在李在明发表谈话之前，事实上呢就已经有一堆人被抓了，包括前国防部长金龙显被逮走之后，一度还企图自杀，最终没有自杀成功。首尔警察厅厅长，然后还有首尔的首都防卫司令部司令李正宇也被逮了啊。这几个就是当时跟着尹锡悦在开会准备搞戒严的家伙。那金建熙也同时开始被接受调查。那非法的政治资金呢也抓包括韩国僧侣叫做渐进法师。这个人是金建熙非常相信的国师，所以渐进法师也被调查了。然后更厉害的事情是，尹锡悦就坚持不出门。那另外呢，这个总统职权有所谓的总统安全之屋，是总统面临紧急事件的时候，在里面来做发号施令的工作。因为尹锡悦在发起戒严之前呢，他曾经前往所谓的安全之屋呢，来掌控相关的机要。问题来了，这个地方涉及最高层级的国安，所以本来呢，检察官要进这个地方也很难。但是随着在野党呢越来越凶狠包括连代总统都把你弹掉了，所以呢冲进去总统的办公室，把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查扣。那最新的消息，目前查出尹锡悦呢在戒严期间呢授权军方开枪闯国会。尹锡悦呢他原本呢是下令全副武装的部队呢闯入国会大楼，然后爬入围栏，然后砸破窗户。那目前正式的起诉书里面有写到说，尹锡悦对李正宇下令，你们还没进去吗？到底在做什么？破门把里面人拖出来，这就表示你们得开枪所以呢，尹锡悦呢要求陆军特战司令官郭总跟快点进去国会，因为当时议场内还没有表达到违反的法定人数那把议场里面所有人带出来，必要就用斧头把所有人拖出来。所以尹锡悦干的真的是非常的凶狠那到底李正宇的小本本里面那个 Plan A、Plan B、Plan C 到底长什么样？反正有很多种说法，我这边呢就仅就我收集到的一些好笑的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版本是先把在野党的党首国会议长原职朴赞大的李在明三个是尹锡悦最痛恨的人，用一个专车说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过程当中呢又派另外一路的特种部队过来劫匪，劫匪的时候呢由这一路劫匪开枪，但是军警击退了劫匪，击退劫匪之后呢，另外一路的军警呢以安全为由改变路线，转移的途中呢又遇到另外一路的劫匪，又不小心发生了冲突，然后把韩东勋给打死了。大概是这么荒谬的一个剧情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说法，实际还要等到检察官最后起诉书或者是最后判决书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验证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但是破门进去抓人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上已经写出来了。尹锡悦为什么他最后要搞戒严呢？据说是这尹锡悦呢，他对北边是非常敌视的所以呢，他之前常常嚷着说，北韩如果意图攻击我们，就要先发制人，这个是他选举的时候他的一个口号。那后来据说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也发现有一个剧本是这样，尹锡悦是不是在戒严发生的前3周呢，一直不断在挑衅北韩包括呢高空抵近侦察各种演习威逼等等的。然后呢就有人说目的就是要创造戒严的空间，那这个是一个爆料了另外一个爆料的版本先宣布戒严之后，启动暗杀小组执行秘密计划，逮捕一众政治人物呢，射杀韩东勋，再伪装成亲北势力袭击护卫部队，埋下北韩军府，将一切伪装成北韩的恶行。那为什么尹锡悦这么恨这个韩东勋呢因为韩东勋虽然他是执政党的党主席，他虽然
也出身自检察官，但他以前跟尹锡悦关系实在不咋地。韩东勋是一路学霸读上来的，尹锡悦呢，总共考检察官考了30几次，考了9年啊，每年都考，所以尹锡悦呢一直都是个吊车尾的存在。但是因为当时文在寅为了对付李明国跟朴槿惠，所以呢把尹锡悦给拉了上来，然后就一下就跨过了韩东勋。所以啊，韩东勋呢作为一个学霸跟经典的代表呢，这两个人呢一直都有很大的摩擦。因为随着尹锡悦的支持度越来越低啊，韩东勋他就号称他是执政党里面的在野党，所以尹锡悦非常讨厌他，因为他事实上呢就每天跟他作对。然后根据南韩知名媒体人金宇俊啊，他说韩国两韩情势呢在过去3个月来急剧升温啊。为什么？因为尹锡悦呢在南韩在9月的时候，时隔8年举行首次海上作战军演，发射330发炮弹，就算北韩反击也不意外。接着10月9号呢，平壤上空出现疑似南韩无人机啊，散布反北韩宣传单。然后呢10月12号，北韩呢在两韩铁路金义线跟东海线设置反坦克障碍物，只是在建造又不是举枪啊，南韩却开火应对。在北韩呢用现在看起来确实比较温和的手法反击的时候，空中飘的还有树上挂的白色气球，都是北韩送给南韩的大礼。他们甚至要攻击北韩领土，但是呢，因为联合参谋本部的议长啊，他毕竟他是军系出身的，他说如果被美国知道会出大事情啊，所以看得出来啊，目前从现在这样回顾回去啊，9到10月到11月，其实两韩真的有一度要动武的迹象，虽然我们都觉得不会打。结果呢，在尹锡悦被逮捕之后啊，这些事情呢就变成公开讨论的段子了嘛。那到底是不是段子？当然要看他的爆料是不是准确。南韩网友就大量的感谢，这次谢谢你的郑恩。没想到相比之下，郑恩居然比较正常。第一次感谢郑恩，郑恩原来是和平主义者吗？原来郑恩早就知道了，郑恩真有耐力，尹锡悦还不如他感谢郑恩。为什么大家那么激动呢？因为啊，他直接把所有南北韩连接的铁公路的桥通通炸断，并且呢，在边防区里面加强戒备。所以金正恩事实上呢，就有人认为说，金正恩难道他是看穿了尹锡悦的拙劣的招式吗？所以呢，大家才说谢谢郑恩哦。我必须说啦，尹锡悦的小本本，他这个图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因为现在有好几个说法，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个爆料呢有点太夸张了，离大谱。也有人说呢，这一些爆料都是记载在这个首尔防卫司令的小本本里面。确实，尹锡悦是想要实施这一些邪恶的计划的，因为这个计划确实相当邪恶确实相当邪恶。因为这个李正宇啊，也是尹锡悦的亲信啊，就那个首都防卫司令官李正宇。所以到底这个李正宇涉入多深，他的小本本里面到底有多少？因为他事实上第一时间没多久就被抓走了，他被抓走之后，所以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被验证的所以我们只能说，目前还是要再等南韩警方到时候正式的公告的起诉书里面，我们才能知道。所以 anyway 这一些都只是传闻。